作家林清玄很喜欢买花。一次逛花市时，他偶然听到花贩分享了一条冷知识：在大自然里，越是颜色素淡的花，香味儿越是沁人心脾，而那些色彩斑斓的花往往香味稀薄。林清玄也忍不住感慨，人也是一样，越朴素简单，越有内在的芳香。外在越是花团锦簇，内里往往越是匮乏。而那些看似简单的人，内心更加丰富，内核也更加稳定。与他们相处，尽管没有表面的热闹，但往往更让人感到踏实可靠。一，言语越简单，越真诚厚道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的人看似能说会道，漂亮话一套接一套，可真正落到实处却经不起推敲。有的人虽少言寡语，看似木讷，但所言即所行，关键时刻让人能放心依靠。孔子云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花言巧语的人，言语只是他社交的工具，并非出自真实的内心。如果轻信他们的言辞，只会收获惨痛的教训。王安石和吕惠卿的故事就是如此。两人同朝为官，吕惠卿口舌伶俐，和王安石讨论经义时，总能投其所好。聊起新政时，他又能挑王安石得意之处，大加夸奖。王安石信以为真，很快将对方引为知己。司马光却觉察吕惠卿花言巧语不太实在，于是致信王安石，直言吕惠卿是产鱼之士，需要防备。王安石却不肯相信，直到他变法欲速后，吕惠卿迅速辩解，不但改换门庭，还对新党落井下石。那一刻，王安石才追悔莫及。一个人的言语越动听，越花哨，离真诚就越远。他们口中没多少实话，赞美可以信口编造，承诺可以随时打破。与他们共事，稍不设防就可能被背刺。言语简单的人则恰恰相反，他们不会说多么动听的话，但所言即所行，真诚可靠，让人信赖。当苏轼被贬至黄州时，昔日好友避之不及，生怕遭到牵连，没有一个同僚敢为他争辩一言，唯恐被他连累。炒股却坚定地追随苏轼到黄州，陪着他开垦荒田，熬过低谷。待到苏轼再度发达，重返朝廷，之前疏远他的同僚又都围拢来，对着他嘘寒问暖，奉承不断。只有炒股没有附和，没有奉承，悄然离开。苏轼一生交友无数，而这般简单赤诚的知己，却唯此一人。很多时候，说话不在好听，而在于简单坦诚。行胜于言，言语简单的人不会在言辞上做过多修饰，但是你很快就能在行动上看到他的真心。和他们在一起，你无需担心被伤害，能坦然卸下防备，交付一片真心。二，圈子越简单，越稳定可靠。贾平凹曾形容交友就像磁铁吸铁片，钉子、螺丝帽和小别针，如果不挑剔，能从任何尘土里吸来。四处混圈子，结交三教九流朋友的人，难保自身不会沾染不良习气，惹出事端。胡适初到上海求学时，为排解孤独，一有空就参加酒局，渐渐结识了一大批酒友。成日跟着他们闲逛，
他也变成了能熟练吐烟圈的社会人。忽视自己曾感慨，从打牌到喝酒，从喝酒又到叫局，从叫局到吃花酒，不到2个月，我都学会了。那段时间，他不仅学业一落千丈，还因为醉酒打警察被捕。尽管他学识渊博，文采斐然，在当时仍被主流论坛贴上了不靠谱的标签。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和鸡鸣狗盗之辈共鸣，自身也一定有不良的习气。和无所事事的人相伴，大概率也是好吃懒做的人。战国时期，魏文侯想在魏成子与翟璜中提拔一人，犹豫之际，谋士李克建议，欲知其人，先观其友。魏文侯便暗中观察他们结交之人，发现魏成子圈子简单，往来皆是饱学之士，翟璜却混迹三教九流里，酒友牌友无数。魏文侯最终提拔了魏成子，而魏成子不负所托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立身成败在于所染，圈子素净简单的人，不会沉迷于底层社交，更不会沾惹平庸堕落的人。和他们在一起，我们自然能收获一段优质靠谱的关系。3. 欲望越简单，越有原则有底线。读《三国演义》时，谋士李肃对吕布的一句点评令我印象深刻：有勇无谋，见利忘义，可以力驱之，以才御之。吕布原本是三国第一猛将，在战场勇冠三军，所向披靡，本应成就一番霸业，可他却因贪欲成为人人嫌弃的祸害。他先是被董卓用钱财引诱，举刀杀死义父，转投敌营，之后又为了更显赫的权势和美人，背叛董卓，不惜成为三姓家奴。接连几次战败后，吕布被曹操所擒，他当即表示愿意效忠曹操。在曹操犹豫时，刘备却劝道：公不见丁建阳、董卓之事乎？想到吕布的所作所为，曹操最终命人处死了吕布。古人说，人之心术，多欲则险，寡欲则平。欲望越多，人的心术就越险恶。他们没有原则和底线，只要有人用利益诱惑，什么伤天害理、背信弃义的事都能做出来。和这样的人相处，风险远大于收益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弃之如敝履。五代十国的宰相冯道，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，却仍克制低调。嘉禾之战时，在军中的他搭着茅屋，铺着干草睡觉，日子过得简朴。手下有意拉拢他，时常邀他宴饮，又将掠夺来的美女金银奉给他，他也一概拒绝，分文不取。这样的节制不仅使他躲过敌人的圈套，还赢得了君主李存勖的信赖和倚仗，他因此得以重用，位极人臣。层次越高的人，越青睐节制欲望、做事靠谱的人。合作中多的是考验和风险，谨慎节用，不贪求利益，才能对诱惑免疫，对关系忠心。这就像一块金字招牌，让人愿意信任交付。曾国藩说，一生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，不可不慎也。世事沉浮，人心变幻，经历的事多了，就更懂得知心的朋友有多可贵。真正靠谱的人，往往精于内而简于外。他们话不多，圈子小，欲望少，真诚而厚道，是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伙伴。
往后余生，辨识人性，看清人心，择诚而处，择善而交，始终和对的人一路同行。